公元前121年，21岁的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，独自率领1万骑兵从陇西郡出发。他们沿着洮河进入黄河的干流，再折向东北，到达金城及现在的兰州市。从这里渡过黄河，然后沿着溺水，也就是今天的庄浪河，向西北方向前进，目标便是河西走廊。河西走廊主要有2股势力，东边是休楚王，西边是回耶王，他们各自又节制着众多的小部落。之前卫青经过2次战役，先是右贤王遭受重创，其次是单于的主力退往漠北草原，于是汉武帝便把目标放在了河西走廊。关于这里的地形地貌以及部落情况，张骞早已给汉武帝做了详细的汇报，于是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军出征。他们顺着庄浪河谷来到了乌梢岭。乌梢岭位于甘肃省天柱县境内，因为山脉在此形成了一个缺口，成为进入河西走廊重要的交通要道，所以乌梢岭被称为河西走廊的门户。翻过乌梢岭，便进入了鼓浪河流域，占据这里的是匈奴的赤仆部落。此时是初春，正是牛羊和骏马繁衍的时节，赤仆部的族人们都在忙着产羔和放牧，完全没有意识到战争已经离他们很近了。到达这里后，霍去病任命赵破奴为先锋，率领600名骑兵出击。赤仆王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召集他的族人们，只能带领着身边的数百人仓促应战。最终，赤仆王被斩首，赤仆部也从此淡出了历史舞台。随后，霍去病率领大军继续西进，来到了杂水河流域。杂水河是石阳河的一条支流，统治这里的是居莫部。居莫部原本是个大部族，但是之前已有上万人跟随着大月支迁居到了西域，被称为西域居莫，位于现在新疆的居莫县附近。继续留在这里的只有5000余人，被称为河西居莫。他们实力太弱，在汉军到来之前早就已经逃走了。汉军也不去追击，沿着祁连山继续西行，来到了当田部的地盘。当田部的部众也提前就逃上了冷龙岭。再往前便是楚各部。楚各部是休楚王节制的一个小部落，部落首领便是休楚王的儿子。他率领着1000余人前来应战，但只损失了数十人后，他们就向休楚王的王城撤走了。他的意图是将汉军引到王城附近，再与休楚王一起围歼汉军。但是霍去病根本就不去追，他们继续西行，来到了胭脂山的南部。这里有2个部落，分别是蛇兰部和卢侯部，但是他们也一样，在汉军到来之前就已经全部逃走了。于是汉军便来到了回耶部。回耶部是河西走廊实力最强的部族，王城位于羌谷水西岸，是当初月支人控制河西走廊的时候修建的城池，名为昭武城。由于霍去病的大军行军速度过快，回耶王压根就想不到汉军可以在不击败休楚王的情况下，就如此快速地进入到了自己的地盘。召集人马已经是来不及了，他让自己的儿子率领1000人守城，他自己则亲率2000余骑迎击汉军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只激战了片刻，回耶王就顶不住压力，率军撤走了。霍去病马上下令攻城，汉军万弩齐发，射向城内，守城的士兵根本没办法阻挡，昭武城轻而易举就被攻破了。此战汉军只损失了数十人，而获得的战利品却是异常的丰厚，不仅俘虏和斩杀了1000余人，而且在这些俘虏里竟然还有回耶王的王子、相国、都尉等一大批的重量级人物。至此，霍去病只用了6天，便迅速地荡平了赤仆、居莫、当田、楚各等部，还大败了回耶王，可谓是6日后5国，胡尘千里惊。回耶王逃走后，就连忙派出快马前往各个部落去搬救兵，企图将汉军围歼于王城之中。然而霍去病在昭武城只休息了2天，补充完战马和补给后，就向东撤走了。这次他的目标是休楚王的王城。休楚王城建在石阳河的边上，位于今天武威市4坝镇3岔村的附近。此城也是当初月支人修建的。原本休楚王在得知回耶王的王城被汉军攻破后，还在幸灾乐祸，可紧接着霍去病的大军就向他自己的王城杀了过来。他非常明白，
就靠这座年久失修的古城是根本阻挡不了汉军的。于是他吸取了回耶王的前车之鉴，立即就率领部众逃走了，留给霍去病的是一座空城。但是由于他逃跑的太过匆忙，连祭天金人都给忘带了。祭天金人是匈奴的2大宝器之一，每次有重大活动，这2个宝器都是要摆出来的。伊稚茶单于为了笼络河西走廊的各个部落，就将祭天金人交给了丘处王保管，没想到现在却成了霍去病的战利品。就这样，霍去病率领汉军只用了10天，在河西走廊来回奔袭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在这里休整了1天后，霍去病还是感觉不过瘾，于是他率领大军又沿着胭脂山、合龙首山的南路再次向西行军。此时的回耶王已经集结了近2万大军，正准备去追击汉军，救出王子等被俘人员，没想到汉军竟然自己跑回来了。于是回耶王就在河离山的南路集结大军，等待着汉军。而且此时回耶王还得到一个情报，霍去病的骑兵已经没箭可用了。为了验证真假，回耶王还派出数名骑哨去骚扰，果然汉军射过来的都是用过了很多次的盾箭。这让回耶王更加的信心满满，准备在河离山下彻底消灭汉军。同时他让蛇兰王和卢后王也各自率领千骑尾随着汉军，等到回耶王与汉军开战，他们便立即从背后发起偷袭，两面夹击汉军。可是让他想不到的是，霍去病早已了解了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在休楚王的王城里，他就让所有骑兵每人都用羊皮包裹好40支崭新的利剑，并且隐藏起来，等到和回耶王开战的时候才能用。其次，蛇兰王和卢后王偷偷地尾随着汉军，可他们想不到的是，霍去病在行军途中已经让蒲多率领1000骑兵悄悄地脱离大军，向南深入数十里，隐藏在一处山谷之中。等到蛇兰王和卢后王的人马过去之后，蒲多才率军出来，悄悄地跟在了他们的后面。很快，霍去病的大军便与回耶王的大军在河离山的南面相遇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回耶王认为汉军已经没箭可用了，也就用不着用其他的战术了，命令所有骑兵直接冲锋过去，人多打人少，一轮过去，汉军就应该彻底崩溃了。可此时，只见所有的汉军都从羊皮的包裹里取出了崭新的箭矢，朝着冲锋过来的匈奴骑兵连续的发射，感觉有着无穷无尽的箭一样。一时间，漫天的箭雨落在了匈奴骑兵的身上，大批的匈奴骑兵跌落马背。回耶王这才意识到，他自己可能是上当。两军短兵相接后，伤亡都很大，但是匈奴骑兵已经彻底丧失了优势，于是回耶王只能下令撤军。两大主力已经停战了，可后面的蛇兰王和卢后王却还在与蒲多打得难舍难分。霍去病及时抽调100骑兵，朝后方的战场杀了过去，两面夹击匈奴。蛇兰王和卢后王见状，不敢继续恋战，策马便逃，汉军则穷追猛打。最后，蛇兰王身中数箭而亡。卢后王负伤后，本想下马投降，却被蒲多一刀就结果了性命。此战过后，汉军虽然打败了回耶王，还斩杀了2个匈奴王，但是自身的损失也非常大。最重要的是，战马已经不足1000匹，箭簇也所剩无几了，一支精锐的骑兵几乎快要变成步兵了。失去了机动性的大军，如果继续在匈奴的腹地逗留，那是极为危险的。于是霍去病下令班师回朝。汉军缓慢撤退，回耶王不敢贸然出击，只是尾随其后，准备找机会下手。5天后，汉军才抵达了蛇兰部和卢侯部所在的胭脂山南路。此时，蛇兰王和卢后王已经战死了，剩余的部族也都如惊弓之鸟，早已逃走了。于是，汉军顺利地通过了这里，可回耶王跟到这里之后却不跟了。他开始垂涎这2块牧场，就派兵去兼并这2个部落去了。回耶王不追了，可休楚王却来了，他要想办法把他的祭天金人给抢回去。此时汉军的粮草也已经告急了，行军速度变得越来越慢，用了11天才到达赤浦部的地盘，又用了3天从鼓浪水翻过乌梢岭，抵达了庄浪水。休楚王跟到这里时，已经提前派人去联络了河湟谷地的羌人，希望能和他们一起联手灭掉这支汉军，但是羌人拒绝了。
于是霍去病便带领汉军沿着庄浪水渡过黄河，一路率军回到了陇西郡。至此，霍去病的第一次河西之战就此结束。这一战，汉军缴获了匈奴的祭天金人，俘虏了浑邪王的王子，以及相国和都尉等一大批贵族，还斩杀了赤仆王、蛇兰王、卢后王。共计虏获和斩杀的匈奴人高达8960人。汉武帝非常满意，给霍去病加封了10亿2200户。这是霍去病第一次用他自己的战术大败匈奴，也为他第二次河西之战埋下伏笔，打下了基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公元前121年夏天，距离霍去病第一次征战河西走廊仅仅过去了几个月。汉武帝决定再次派出2路大军征伐匈奴。第一路由霍去病和公孙敖率领，从北地郡出发，进攻河西走廊。北地郡的治所在今天甘肃省环县东南的马岭镇。第二路由李广和张骞率领，从右北平郡出发。右北平郡的治所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宁城县西南。他们的任务是牵制住伊稚察单于和左贤王，阻止他们派兵去救援河西走廊。李广率领4000人为先锋，先行出发。张骞则率领1万人的主力大军随后跟进。可是李广的4000人出征后，却遇到了左贤王率领的4万主力大军。汉军的士兵们非常的恐慌，李广为了鼓舞士气，他让自己的儿子李敢独自带领几十名骑兵去直穿匈奴骑兵的包围圈。李敢带领骑兵在匈奴的阵地上跑了一圈，又安全的返回，并当着士兵们的面告诉李广，匈奴人很容易对付。于是汉军便军心大振。接下来，李广将军队布置成一个圆形的阵势，面向四周，抵御匈奴。匈奴人发起冲锋，一时间箭如雨下，半天时间，汉军就死伤过半，只剩下了不到2000人，但依然毫不退缩。可要命的是，汉军的箭矢马上就要用完了，士兵们又开始慌乱了起来。可他们见李广依然气定神闲，士兵们也就有了底气。这时，李广下令让所有的士兵只拉弓不放箭，他亲自用大黄弩弓射向敌人的副将，一连射死了好几个，匈奴便不敢再贸然的冲锋了。不多时，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双方都罢兵回营，汉军可算是熬过了第一天。第二天天明，战斗再次打响。就在汉军精疲力竭，要被匈奴彻底歼灭的时候，张骞终于率领着主力大军赶到了。匈奴见状，便下令撤走了。此时汉军已经是疲惫不堪，根本没有精力再去追击匈奴了。何况此战汉军虽然伤亡惨重，但也算是完成了牵制匈奴的作用。于是李广便率军回到了右北平郡。再来看霍去病和公孙敖这一路。上一次霍去病是从乌梢岭进入的河西走廊，所以在这条路线上，匈奴必定有所防范。于是这一次霍去病决定采取大纵深迂回的战略，再打匈奴一个措手不及。他率军从北地郡出发，在贺兰山的北面进入乌兰布和沙漠，然后沿着巴丹吉林沙漠的北部边缘前往居延泽。居延泽就是今天的居延海。发源于祁连山深处的若羌水，也就是今天的黑河，流经800余公里后，汇入了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北部的2块洼地，形成了东西2大湖泊，总称居延海。东边的叫苏伯诺尔，西边的叫噶顺诺尔。在这里稍事休整之后，汉军便沿着弱水南下。弱水指的是黑河的下游，弱水3000，只取一瓢饮的弱水，指的就是这条河。按照原计划，公孙敖的大军从北地郡出发，渡过黄河后，就应该沿着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的南部边缘前进，两军在弱水汇合，然后再一起突袭匈奴。可是当霍去病的大军来到这里时，却根本就没有公孙敖大军的任何消息。事实上，公孙敖的大军在刚进入腾格里沙漠的时候就迷路了，他们是无论如何都来不了了。此时霍去病的大军人困马乏，干粮和粮草也已不足，如果继续前往河西走廊，一旦被匈奴围困，便有全军覆没的风险。但是霍去病并不打算就此退兵，他决定孤军挺进，继续完成任务。于是霍去病的大军再次出发，
他们从河狸山的北部对回耶王和休楚王的侧背突然发起猛攻。匈奴万万想不到，霍去病回去才仅仅几个月，就再一次如同神兵天降一样，突然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。于是匈奴只能仓促应战。经过激烈的战斗后，回耶王和休楚王再一次战败，仓皇逃走。就这样，霍去病在没有援军和后勤补给的情况下，只依靠自己的一支孤军，再一次大败匈奴。据说他战败匈奴后，拿出汉武帝御赐的美酒犒赏将士，但是由于酒少人多，霍去病就将美酒倒入泉水之中，与众位将士共饮，从此这个地方便称为酒泉。此战，霍去病再一次打破了他之前的战绩。他先是俘虏了丹桓王和囚徒王及其相国和都尉以下的2500余人，然后共斩杀和俘虏的匈奴人高达30200人，并且生擒了匈奴的5个王、5个王母，以及匈奴单于的胭脂及其王子59人，还有相国、将军、当户、都尉等63人。战果是异常丰厚的，对匈奴实力的打击也是非常沉重的。然而汉军也因为没有等来公孙敖的支援，损失了将近3%的人马。至此，第二次河西之战结束。霍去病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，2次出征河西走廊，连赢2场大战，以最小的成本赢得了最大的胜利，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。回到长安后，汉武帝再给他增加10亿5400户，总食邑超过了1万户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万户侯。此外，跟随他的将领们也获得了封侯，赵破奴被封为从标侯，高不实被封为一贯侯，胡多被封为回渠侯。而且汉武帝为了表彰他的赫赫战功，还派人为他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。但是霍去病却坚持不就，并气概豪壮地说道：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？”再来看下此次出征的另外3名将领。张骞因为没有按时率军赶到，失期当斩，定为死罪，最后交钱赎罪，被废为了庶人。公孙敖因为迷路，失期当斩，定为死罪，最后也是交钱赎罪，废为了庶人。李广虽然损兵过半，但是他以少打多，将功赎罪，不赏也不罚。霍去病这边是加官进爵，名扬四海，可匈奴的伊稚茶单于却被气的是暴跳如雷。他派人到河西走廊去邀请回耶王和休楚王前往龙城赴宴。回耶王和休楚王很清楚，他们只要去了，就必定是死路一条。于是两人经过秘密的商议后，决定投降汉朝。汉武帝收到消息后是又喜又忧。喜的是，经过霍去病的2次大胜，匈奴终于从内部开始分裂了。忧的是，匈奴的数万人马集结在边境，如果是诈降，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于是他再次派出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前去接应。果然，在霍去病还没到达之前，休楚王就反悔了。回耶王劝说无果，为了不影响自己的计划，便果断地杀了休楚王，并收编了他的人马，继续等待着汉朝的收编。霍去病率军来到了京城后，渡过黄河，直奔回耶王的大营。匈奴的士兵们认出了这个年轻的将军便是霍去病，而且见汉军的队伍异常的威严，感到非常害怕，就陆续的开始逃跑。霍去病果断下令，锐汉成诛，设伏者勿取。然后他率领精锐进入回耶王的大营，控制住回耶王。其他将领则率军去追击匈奴的逃兵，斩杀了8000多人后，匈奴的士兵终于不敢再轻举妄动，稳住了局势。霍去病让回耶王先行出发去面见汉武帝，剩下的4万多匈奴降兵则被汉军押送着跟在后面。回到长安后，汉武帝非常高兴，他将回耶王封为洛阴侯，10邑1万户，同时还将回耶王的儿子呼都尼等4个人也给封了侯。随后投降的4万余名匈奴人被分别安置在陇西郡、北地郡、上郡、朔方郡、云中郡，被称为5属国。从此回耶王在汉朝过上了舒适的生活，直到老死在这里。而休楚王的反悔不仅失去了这个机会，连他的家人也跟着受到了牵连。他的太子投降后，不仅没能封侯，而且还被贬为了马夫，专门负责给汉朝养马。这个休楚王的太子便是金密帝。后来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，
他被汉武帝赏识，成为了汉武帝钦定留给汉昭帝的4大辅臣之一。具体的详情我们之后再讲。至此，河西走廊的匈奴人彻底归顺了汉朝。不久之后，汉朝派人前往河西走廊，召集匈奴的部众20余万，赶着牛羊迁往长城之内。为了方便管理，在之后的多年间，大汉王朝在河西陆续的设置了武威郡、张掖郡、酒泉郡和敦煌郡，被称为河西4郡。从此，河西走廊被汉朝控制，对后世影响深远，而且隔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，从而加强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的联盟，进一步的削弱了匈奴的势力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